带你认识20种中草药植物。1. 沙参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沙参，它现在开花了，蓝色的，像小铃铛一样的。它是桔梗科沙参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沙参呢？它喜欢长在沙地，底下的根茎像参一样。它也和人参被列为5参之一。民间老百姓一般是用它的根来煲汤喝一喝咯。现在它还有很多那个含苞待放的花，这个花的形状有点像灯泡一样的，很可爱啊。我们把它的地下的根挖一挖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个就是它地下的参，我们就扒开给大家看一看。我们重新把它盖起来，还是让它继续生长吧。2. 鼠梁。大家看，这个是古代著名的染料植物鼠梁，它的叶子长这样。它是鼠日科鼠日属的植物，和山药同科同属。它的茎基部带刺，块茎是糊在泥土表面，切开里面是红色的。古人用它来染渔网，染的渔网坚韧挺拔，并且泄水性好。也用它来染织物，经鼠梁汁染过的麻衣耐穿易干不渗水。具体怎么染布呢？就是用这个鼠梁汁浸泡织物，再沾河泥，沾了河泥以后，会使得这个布黑色光亮。3. 鬼扇。大家看，这一朵漂亮的花上面有一只蚂蚁在散步，我想它也是早上起来，就像我们有的人出门旅游一样的，爬到这朵花上来了，有一点登高望远，发现一种美丽风景的感觉吧。这个美丽的花它叫鬼扇，就是它的这个叶子啊，像一把扇子一样的。有的也叫它草姜，因为它的根茎长得有点像姜呢。它是鸢尾科叶柑属的植物，中文名叫叶柑，但是大部分人会读成麝柑，就像 APP， 有的说正确的叫法应该是 App。其实有的东西啊，约定俗成，大家都这样叫，那也叫成麝柑，未尝不可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它的花像萱草花吗？其实它也叫野萱草，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草药，有的也叫它开喉剑啊。4. 兰香草。这个是兰香草，茎叶香味似兰而得名。老百姓可能觉得它味道有点像薄荷，所以直接叫它山薄荷。它的茎上部有一点这个紫色，花是雅致的淡紫色。全株富含芳香油，100斤仙草大概能提取半斤芳香油。民间也会用它煲水洗，或者用它来煲汤，像炖鸡汤或者排骨都可以。它比较耐干旱、耐贫瘠，喜欢长在山坡或者坟地。5. 白檀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白檀，山矾科山矾属的植物。檀就是古人所说的陈檀农舍诸香之首，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檀香木。真正的白檀是檀香科的植物，那为什么它又叫白檀呢？因为它的木料啊，也可以做熏香料中的白檀香的制造原料。这个植物啊，有4大独特的价值。第一，它的花很漂亮，可以观赏用，春天时节阵阵发香，不是桂花胜似桂花，所以它也叫山桂花。丽人8景，其中一景是白檀晴光，就是满山遍野的白檀开发的盛景。第二，它的根茎叶可以用来浸液做天然农药，喷洒蔬菜杀虫。第三，它的木质紧密，可以做武术的齐眉棍。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自传写到一个老战兵，里面就写到白檀木的齐眉棍。第四，它的种子可以榨油，榨的种子油可以制造油漆。6. 红花倒水莲。这就是声名显赫的红花倒水莲，它就是夏天开这个红色的花，它的中文名凌霄。像夏天我们可以把它的花采下来晒干备用，另外它的根茎也可以冬季切片晒干备用。它的根切片有腥味，它是紫薇科落叶木质藤本。它的叶子奇数羽状复叶对生，小叶7到9枚，边缘锯齿状。之前我拍的藤葡茶也叫咸齿蛇葡萄，我看有人评论说像红花倒水莲。下面我们对比一下它们的叶子，你们看看它们两个是否相似呢？7.
柘树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柘树，桑科橙桑属的植物，现在它结果了。这个植物有4大独特的价值。第一，它的嫩叶可以用来喂蚕，它也是一种桑科的植物嘛，有的民间是用它来喂蚕的。第二，它的茎皮纤维可以造纸。第三，它的果可以生湿，也可以酿酒。第四，它的木材芯部黄色，可以做黄色染料。另外，木质坚韧，古代用它制弓。8. 朝天鹳。在这一处梯田，我们发现田埂上有很多这个漂亮的花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朝天鹳，它是野牡丹科锦香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朝天鹳呢？就是它的这个硕果形如冠子，并且开口朝天，所以叫朝天鹳。民间有的地方叫它痢疾鹳，可以采它的根用来炖一炖瘦肉了。它的根长得白白的，有点像鸡腿。它的叶子是这样对生，花是这样4瓣，而它的茎是有点4人形。9. 黄金。大家看，春天黄金长出了嫩苗，而到秋冬季节就枯萎了。现在它开着这个小花，它和玉竹长得非常相似。那我们怎么区别呢？有2个最简便的办法，就是看它这个叶下花朵的数量。通常黄金长的花朵比较多，就是3、5朵，而玉竹只长1、2朵。当然，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把它的根茎挖出来。黄金的根茎块头比较大，比较粗壮一点，像生姜；而玉竹的根茎比较圆，比较细长，像竹。10. 男单身。发现好多男单身，如果您是男的刚好单身，我们今天这个植物绝对没有骂您的意思。它是唇形科鼠尾草属的植物，和丹参同科同属，并且它的功效和丹参也一样。那我们怎么区别它们呢？男丹参叶子片数比较多，另外它的花颜色比丹参的要浅一点。我们把它的根茎挖出来，它地下也长了那个参样，但是它比丹参的根茎要小。11. 板栗寄生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板栗寄生，它是寄生在板栗树上的一种植物，它的根不会延展到地下，它就是长在这个板栗树的树皮上面，吸这个板栗树的营养。它的叶是这样的，这个寄生会结那个小小的果了，那个果也是可以吃的，吃起来有点甜。像这个板栗寄生啊，其实它长得很高啊，有的就长在那树上。今天有幸见到一棵长得比较低矮的，所以能够拍给大家看。除了板栗寄生，其实还有松树寄生、沙梨树寄生、桑寄生、杉树寄生等等。12. 野菊花。大家看我身边这一片就是野菊花，它是秋冬季节开花，它的花长得小小的圆盘状，中间的花蕊和边上的花瓣比较匀称。像现在这个季节啊，还有一些菊科植物也开花，比如说千里光开的也是黄黄的小菊花，但是它那个花瓣和花蕊的比例不是很协调，花瓣很长。另外还有一种菊科植物山脉紫菀，这个季节山上也很常见，不过它开的是那种白白的小菊花。这些野外的小菊花都能摘来泡水喝吗？其实像千里光、山脉紫菀也是有一些价值的，也可以用来泡水。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像菊科植物啊，它都是有点寒凉的。每年的话，我们会摘一些这个野菊花，晒一些干品，用来泡水喝啊。13. 刺秋。大家看，这个是刺秋，五加科刺秋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是这样的裂掌状，树干上长满了很粗的尖刺。这个植物啊，自古以来有很多比较独特的价值。第一，它的皮可以用来炖鸡汤，有的地方夏天喜欢用它的皮炖鸡汤。第二，它的嫩芽可以做菜吃，它是五加科的植物。五加科植物里面有一些野菜，比如说刺老芽、三家皮。第三，它的皮在中药里叫海桐皮，也是一种比较有价值的东西。
第四，它的种子可以榨油，可以用作制造肥皂的原料。14. 一年蓬。朋友们，我身边一大片一年蓬，它是菊科飞蓬属的植物，它原产于美洲，最早于1886年在上海发现，推测是外国列强的船只携带侵入的。它繁殖力十分惊人，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每一株平均产子能达到3万粒，而且是随风传播嘛，所以很快它就遍布全国各地，甚至各个地方都有一些本土化的名称呢，比如说白马兰、白点飞蓬、千层塔，这个就是以它的外观命名的。还有牙根肖、智虐草这样的别名，说明它到了这边以后还转正成了一味本草呢。15. 苎麻。大家看，这个叫苎麻，很普通，很常见，但是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3大历史进程。第一，在古代它是一种擦屁股的神器，用法就是剥皮后的这个苎麻杆把它折成一段一段，用来擦屁股。可能只有少数年长的朋友使用过。像擦屁股神器是从树叶到木杆再到厕纸的演变，这其中也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。第二，它是古代织布的材料，早在4700多年前就被我们的先民所使用。据史料记载，古者先布以苎始，所谓布皆为苎，上自端冕，下自草服。意思是古代织的布是从苎麻开始的，上自端冕，端冕就是古代皇帝或者贵族制帽用的这个布，下自草服，草服就是草民穿的衣服像苎麻织的布，它排气性很好，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特别容易起皱。像古代的王公贵族甚至一天要换3、4套衣服才能保持比较光鲜的形象。而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我们发明了生物脱胶的技术，通过脱胶以后获得的这个金麻甚至可以和丝绸媲美，所以现在又把苎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第三，现在也把它开发成生态可降解的麻地膜，不但保温好、保湿好，并且可降解、无污染，能有效的解决塑料薄膜的白色污染问题。所以有时候农村很常见的一种植物，我们也能从它身上看到历史的进程、文明的进步。16. 广防风。朋友们，我手中这个植物是瑶日的一种材料，它叫什么呢？它叫广防风，意思就是广东的防风。我们人生活在环境中会受到一些外邪的侵入，其中风就是一种。它是唇形科广防风属的植物，它的茎是这样的4棱形，表面有一点毛，它的叶子像这样的桃心一样的，边缘有这样的圆形的锯齿。这个植物整株闻起来有一种臭味了。17. 石葫芦。发现一大片石葫芦，中文名叫石柑子，是天南星科石柑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石柑子呢？就是它的叶子长得有点像柑橘的单生副叶，可能有的朋友看到它的叶子觉得像那个葫芦茶，叶子也是像一个葫芦一样，像它喜欢长在石头上，所以有的地方叫它石葫芦。这个植物在少数民族地区用的比较多，像我们这里是云南瑶族自治县，它是瑶族18钻里的葫芦钻。18. 石仙桃。大家看，我在岩石壁上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可爱的石仙桃，它是兰科石仙桃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石仙桃呢？因为它的假鳞茎硕大如桃，轻于碧玉，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，所以叫石仙桃。有的也叫它石橄榄，它的叶子是这样2片，像那个喜鹊张嘴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鸦雀繁阳。这个石仙桃是像桃一样可以吃吗？其实不是的，但是它可以用来煮水、煲汤或者煮鸡蛋吃，像用它煲的汤味道有点鲜美。19. 水杨梅。大家看，水杨梅开花了，它的花长得特别有意思，形状有点像那个冠状病毒一样。它是茜草科水团花属的植物，有的也叫它水团花。那有的朋友会问，这个水杨梅
是不是跟杨梅一样，也是可以吃的？其实它和杨梅完全不一样。成熟以后，杨梅是红红的，果肉是可以吃的。而这个水杨梅，它只是因为形状像杨梅，所以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它没有什么果肉，并不能像吃杨梅那样直接生吃，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。一般民间是用它来做那个盆景，因为它这个花长得特别漂亮嘛。20. 排遣草。朋友们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一株很有钱的草，这个就叫排遣草。你们看，像一排一排的这个铜钱一样，是不是很有钱的样子？这个是豆科排遣草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是这样的3片，有点像那个千斤拔的叶子。这样像铜钱的其实是它的花的叶状苞片。这个植物全草还有根部都可以用了。